这当真超乎想象。魏无羡明知会失礼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为什么啊？是非恩怨，我们后辈哪能说得清楚？魏无羡只好又问道：那然后呢？然后蓝曦臣道：父亲将母亲带回云深不知处，不顾族人反对，毅然和他拜了天地，并对所有族人说，这是他一生一世要护着的妻子，要想杀他报仇，先过了他这一关。魏无羡睁大了眼睛。蓝曦臣接着道：礼成之后，父亲就把母亲关在这里，又把自己也关起来，名为闭关，是为思过。顿了顿，蓝曦臣问：魏公子，你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听完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，魏无羡默然片刻，道：他既没有办法原谅杀死恩师的凶手，也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去送死，与他成亲是护他性命，终生不见是成全钟鸣。蓝曦臣神色微茫：你觉得父亲这样做对吗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我已知此番谈话的意义所在，魏应多谢兄长提点。魏无羡抱拳向蓝曦臣拜谢道。蓝曦臣听他开口不再叫泽无君，而是改口叫兄长，甚是欣慰，又忍不住多说两句，忘记小时候性格孤僻，别人越逗他，他就越没有好脸色，只有在母亲怀里时，他是真的快乐。可是这样的快乐也没有延续多久，他6岁时，母亲就不在了。魏无羡能想象到一个雪玉可爱的奶娃娃在母亲怀里时是如何开怀，在失去母亲时又是如何痛苦。何况蓝忘机一向心防很重，一般人很难走近他，别人触手可及的欢愉，于他而言都是太难得到的东西。思及此处，魏无羡不禁内心一阵森涩。蓝曦臣又道：实不相瞒，初见你时，总觉得你与众不同，我总想着你大概是除母亲外，少有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人了。魏无羡略有些不好意思，从前我一直觉得他很讨厌我的，毕竟我总是捉弄他，把他气得跳脚。蓝曦臣笑笑并不答话，这种童真才是魏无羡给蓝忘机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。蓝忘机回晋室时，周身带着彻骨的寒，魏无羡原本想跳出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只被这寒意驱退。蓝湛，你又去冷泉修炼了？蓝忘机忽想起什么，问道：听兄长说你想下山去？也不是很想去，只是白日寻不到你，有些无聊罢了。寻我？有我在，你岂不是更无聊？蓝忘机似乎有些诧异，他就是怕有自己约束，某人无法自在玩耍，才会躲得远远的。怎么会呢？寒光君美若天仙，我就是对着你发呆也是极为有趣的。近来我白日里无事都在藏书阁，晚上会去冷泉修炼2个时辰。蓝忘机提醒他道。魏无羡朝他眨眨眼，好，我明天就去找你玩。此时魏无羡已经有些雀跃了，今天和蓝曦臣促膝长谈之后，他更觉得应该经常陪蓝忘机。明天不行，明天我们一起下山。蓝忘机及时制止了他的想法。下山？去哪里？这样问道。但魏无羡内心仍狐疑，你不是要把我囚禁在云深不知处吗？怎么会同意我下山？蓝忘机神秘道。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上次途径此路，魏无羡还是坐在蓝家的花轿上，这次蓝忘机直接揽住他的腰，带他御剑飞行，看到熟悉的景色，自身侧排他而来。魏无羡喜不自胜。蓝湛，我们要回云梦了吗？蓝忘机应道。到了莲花坞门口，魏无羡忽然猜测道，是不是你们蓝家有什么半月回门的规矩，你才带我回来的呀？是我们蓝家，进去吧，有人在等你。蓝忘机着重强调我们2字，牵起他的手，拉他进莲花坞大门。果然，院子里站着一个女子，戴着垂纱斗笠，身披黑色斗篷，正是许久未见的江厌离。魏无羡看了眼身旁的蓝忘机，发现他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，显然早就知道了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江厌离取下身上的斗笠和斗篷，所以之下竟是一身大红的喜服。与魏无羡大婚那日不同，这一身是真正的端庄无比，华丽至极的凤冠霞帔，摇曳生姿的牡丹和亭亭玉立的九瓣莲花，在大红的嫁衣上竞相怒放，栩栩如生。魏无羡上前2步，拉住她的衣袖，师姐，你这是什么？就许你嫁人，
还不许姐姐嫁人了吗？江婉莹不知何时也站在门前，向蓝忘机点头示意。今日江艳离脸上施着明艳的粉黛，越发显得清丽出尘，美艳不可方物。我成亲那日没能给你们看到，所以今日特地把婚服穿回来给你们看看。